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北上大结局告别，白鹿发婚纱照，凹豪发千字文，翟子路太心酸。白鹿、凹豪等人主演的年代剧《北上》在断断续续播了1个月左右，迎来了超前点播，大结局很圆满。运河申遗成功了，花街六子都回归到家乡，2代人都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了归属，中间有过分流，最后也重新汇聚，大家一起拍了团圆合照。花街几个家庭之间的邻里情让人动容。这部剧一开始争议颇多，但随着剧情推进，还是留下了不少观众，收视率稳定破3，爱奇艺平台全剧有广，豆瓣评分也有7.3分。总体来看，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虽然大结局了，但追剧的观众仍意犹未尽，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收官当日，白鹿、凹豪、翟子路等主演也都发文告别角色，诉说心得，展现出了演员对角色的深情厚谊。白鹿发视频告别夏凤华，不到24小时，视频就超过1000万次观看。视频全是北上记忆碎片，展现了夏凤华从学生时期和小伙伴们嬉笑闹骂到北上创业奋斗的全过程，让人感慨颇深。少时的夏凤华大大咧咧的性格中包含着的是敏感的心。那时的她带着理想主义，在奔着和朋友们一直在一起的想法，一头扎进了北漂的大军里。被一笔带过的6年里，华子受的苦啊累啊，借着别人的嘴说出了口。很轻易能想象到他是如何1分1秒的挨过去的。少时某一部分的夏凤华在被扔到这个冷漠的社会中时，彻底被抹掉了。成年后的他成熟隐忍，谨慎克制，但庆幸的是，他并没有被这个时代裹挟，而是清醒地成为了旁观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一个个还在来时路上的北漂，这就是成长。白鹿其实前前后后打了很多字，小作文写了2篇，最后决定用1段话和视频表达感受，不必祝他开花，不必教会他爱，祝他顶肺好了，祝他有留白，祝他在人生海海尽兴开怀。此外，白鹿还发了夏凤华的婚纱照9宫格，这简直是夏凤华全剧最好看造型了，超美。属于夏凤华的人生路告一段落了，但属于演员白鹿的路还很长。凹豪洋洋洒洒写了1000字长文，借长文告别谢望和，带我们共情其奋斗历程。写了一封给18岁的望和的信，可以说就是剧情回顾，让人想起运河边偷瓜被追的皮猴子，小院天台扬言要当首富的少年，还有从花街到北上的热血青年。凹豪把谢望和成长的层次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告别长文，字里行间都是对角色的珍视。谢望和的故事落幕，凹豪以长文深情作别，他的投入让角色真实可感，期待凹豪带着这份热爱开启新的演艺征程。最让人心疼的还是翟子路扮演的邵星驰了，谁家男2生日还要当伴郎啊？从少年时期一直暗恋的女孩嫁给了自己好兄弟，快乐是他们的，心酸是自己一个人的。翟子路发文中写道，看到心爱的人幸福，自己就知足。简短话语让人泪目，还配上了2人合照。翟子路发的北上婚礼造型，2个人也太配了，从青梅竹马滑到婚礼照片的那一刻，不知道还以为是终于在一起了。在谢望和、夏凤华和邵星驰的3角恋中，他就是那个始终不能有姓名的局外人。翟子路和白鹿表白这段，翟子路之前发过我坐在这头，他坐在那头。他看着他的爱人，眼里全是遗憾，却也只能笑着说出祝福。明明是短短的方桌，却好像2人这辈子再也无法横渡的距离。他知道华子心里一直都只有谢望和一个人，只能放手祝福。大华子、
谢望和结婚，邵星驰在这儿又唱又跳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婚礼呢。这个邵星驰又争又抢，奈何不是官配。翟子路和白鹿已经3搭，可惜都逼了，观众都在喊话，下一次一定要是官配好吗？等一个4搭。翟子路也听劝，真去挂锁了。看完北上大结局，真的会有一种你看着这条河流到了尽头，尽管再舍不得，但你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归宿。2. 北上颠覆形象，出演花街小太阳白鹿，华子让我学会自我和解。改编自徐则臣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北上》正在央视一套、爱奇艺、江苏卫视热播。剧中，白鹿饰演的夏凤华在学生时代是一个短发、钢牙、皮肤黝黑的假小子，与白鹿本人平时的荧幕形象差距过大。白鹿坦言，这是我入行以来压力最大的一部剧，很害怕做得不好，很害怕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夏凤华像一朵向日葵，赋予了身边人很多能量。回忆起对夏凤华的初印象，白鹿用了一个词：向日葵。在他看来，夏凤华内心干净纯粹，虽然成长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一直在勇敢做自己。我觉得她特别潇洒，属于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孩。我就不太潇洒，顾虑比较多，想的也比较多。白鹿表示，剧中夏凤华用毫无保留的爱保护着身边每一个人，对马思义、谢望和等花街小伙伴，她肝胆相照，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虽然学习不是特别优秀，但她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父母，竭尽所能的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整个拍摄期间，其实华子都给予了我很多能量，让我学会更好的与自己和解。白鹿坦言，如果说30岁之前的自己还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内心会有一些内耗和挣扎，那么现如今的自己会更加注重自我价值，更加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人生的容错率其实很高，只要活着就有无限可能。入行以来压力最大的一部戏，造型前后反差极大。自2016年出道以来，白鹿在许多热播剧中都有过出色发挥，扎实的演技得到了认可。但与过往大多数作品不同，北上是一部充满了生活纹理的现实主义题材剧集，而这也给白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是我入行以来压力最大的一部剧，很害怕做得不好，很害怕辜负了大家的期待。在他看来，压力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方面是造型上的突破。剧中学生时代的夏凤华短发、钢牙、皮肤黝黑，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假小子。有时候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有些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年代感的沉淀。众所周知，现实主义题材的剧集更富有生活气息，需要演员的表演更加自然，情感表达更加细腻，这样才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对我来说，这部作品是我踏出舒适圈的重要一步，让我在不断的打破和重塑中重新认识自己。如果这部剧能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白鹿，那我就很满足了。白鹿说道。为了让自己更贴合夏凤华这个角色，白鹿进组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常州女孩，大运河也早已深深扎根在白鹿的血脉里。往来船只的汽笛声，运河边叫卖的小摊，这些都是伴随我长大的。小时候可能感触不深，长大后才发现，原来运河就是我的家乡。白鹿感叹道。欧豪黑色幽默，前辈演员就像是大家长。北上播出之后，花街大院里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朴素的温情打动了很多观众。其中，夏凤华和谢望和的感情线是推动全剧走向的关键。谈及夏凤华对谢望和的感情，白鹿表示，学生时代，华子对望和是一种崇拜的喜欢，一直在追随和仰望。
成年之后，夏凤华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做到能够与望和比肩而立。这时候两个人的相处就更加泰然。据白鹿透露，北上是自己第一次和欧豪合作。进组之前，他一直认为欧豪是个内向之人，接触之后才发现，他不仅非常有趣，时不时会有一些黑色幽默，这一点还蛮颠覆认知的。欧豪老师总是会不经意间戳中大家的笑点，所以片场气氛一直都非常欢乐。白鹿表示，北上可谓实力派云集，胡军、萨日娜、王学银等资深戏骨也纷纷带来演技加持。整部剧拍摄下来，让白鹿感触最深的是这些前辈演员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对待周围人的谦逊和周到。大家在片场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他们特别像是大家长。军哥胡军老祖局一起吃饭，和我们分享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独到见解，让我们小辈受益匪浅。